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即将实现的心愿是什么哦？什么愿望快要实现了？首先呢，你们的主牌能量哦，我们看到有一位女子哦，她站在草地上，双手打开，迎向阳光哦。好，这张牌在说啊，你所追寻的远方其实已经在你的脚下哦。你心愿的实现不是在未来才会发生，而是此时此刻现在就要发生。好，有一句话说，大道至简，当下即是。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只有到了某一个地方，一定要拥有某一个资格，或者说和谁在一起，拥有什么身份之后，你的愿望才会成真，你才会幸福。其实现在你已经在路上了，你所追寻的远方正静静的在你的脚底下，所以与其等待未来会出现的某一天的幸福，不如珍惜此时此刻的现在。你的心愿会在每一个当下，每一次你当下的选择中，被你一步一步的唤醒。可能很多的朋友常常会想说，等我瘦下来，我就会幸福，我就会快乐。等我找到好工作，一切就会变得顺利。等他回来找我，一切就会不一样，我就会安心，我的人生就会不一样。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努力，无论是多小的行动，其实都在为你的愿望铺路。你们真的不需要等以后，等未来，等到一个完美的时机。其实你此时此刻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开始去实现，开始去完成。停止内耗，停止一直焦虑说我不行，停止要等到某一个时刻才愿意让自己放松下来，才愿意让自己去享受。你现在就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你不需要再等待。你真正想要的其实就蕴藏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好，第一张牌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讯息哦。好，第二张牌哦，
我们看到有一双手捧着圣杯，杯中呢流动的鲜艳的光芒。好，在画面呢有一位女子，有一位精灵哦，她飞过来触碰杯中的紫色的光芒哦，把能量灌注进来。这张牌在说什么呢？你们要成为的是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忧虑者。好，战士它是勇气跟承担的象征，战士是灵魂旅程中的勇者，这就是你们的形象，你们的能量。当你抱持着很多的担忧，或者说你心里想很多的时候，你的能量其实很容易被消耗掉。第二组的朋友，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能量。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就是不要担忧太多，相信自己的决定，相信宇宙，你们就会从忧虑、担忧很多的人变成一个战士。你会从一个忧虑者变成勇敢为自己人生方向做选择并且负责的战士。你的心若是坚定，奇迹就会发生。所以其实你们的心愿不需要靠担心来守护，不是说我担心很多的东西，你的心愿就会实现，或者说如果我担心很多的东西，这件事情就会变好。你的心愿，或者说你希望这件事变好，是需要靠勇敢去推动。可能这一组的朋友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经验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会先在脑海中把它想得很糟糕、很可怕，甚至你就会因为这个想法感到非常的焦虑、非常的不安。那这张牌其实在告诉大家你浪费在烦恼、焦虑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在消耗你真正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心力，或是追求你愿望的一个能量。所以如果你在感情中患得患失，或者说在事业上你不知道怎么前进，或是被未来一些未知迷茫的问题所困住的话，现在呢，请你立刻将你的担心转化成行动。不要担心会不会失败，你只需要专注在每一个当下，因为你的愿望去实现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而不是被恐惧绑架的一个忧虑者。所以其实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就是你们会成为一个战士，你的愿望会实现。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下一张牌是 Mastery。 好，这一组的朋友我们看见一位穿着黑袍的人，他手里拿着宝剑，站在城门口前面，然后这扇门缓缓的打开。这是什么呢？代表说，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已经通过人生中的学习、磨练跟考验，你已经在某一方面的技能变得非常的优秀，已经变得精通，或是可以掌握这项能力，你可以去展现你的实力了。你们有一种出关的能量，就是你过去可能都在学习然后还是那种备选者、候选者，或是你在观看别人，你在舞台下。现在呢，你已经修炼成功了，你可以出关了，修炼有成了。通过这个城门它就是代表你已经完成了过去的考验。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很多的朋友你们过去投注很多的心思，可能在准备某一件事情、某一个资格考，或者说它是需要反复锻炼的一个技能，你现在已经完全的掌握了、熟练了，你可以通关了。你的愿望实现，它并不是靠幻想，而是看到你们是拥有扎实的能力跟坚定的决心，所以你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可以去做这个领域的一个佼佼者跟顶尖者。你可以去很熟练的使用这项技能、这个知识你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眼前的关卡，所以千万不要怀疑自己你正在成为这个领域、这个城堡真正的主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你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它可能是一场升职面试，一场重要的考试，或者是说你想要向你喜欢的人表白等等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紧张，怀疑自己是否准备好了。好，这张牌告诉你说，
不要再想了，你已经累积足够的实力，你过去所有的努力，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学习都已经为你铺好了这条路。所以现在要做什么？大家要拿出你的自信，勇敢的往前走。这个城门就是为你而开的，你们前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做足了，现在就是修炼有成，要往前走，要通关了。好，非常棒的一张牌。哇 ，imagination！ 我觉得在座的朋友啊，你们很多。如果你是做一些跟创意产业有关的，或是一种它不是这么条条框框不被束缚，或是它是一种还没有人触碰的领域，未来有无限大的这种想象空间。如果你是在接触这方面，或是不同的语言文化国家，你正在接触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一张牌它有一种无限可能跟无限的希望哦。画面中有一位女性啊，女孩她站在画布前面，哇，她的头发颜色非常的漂亮，银白色。那她挥洒着想象力，在想象她看见了蔚蓝的海。那她的头顶啊，还有脚下都是一片很漂亮的花海。这张牌在说啊，想象力比知识更加的重要，梦想的起点就是想象，你能想象的画面就是宇宙给你的预告片，所以请大家大胆的去描绘你的愿望，不要害怕说这个愿望太大、太疯狂、太不可能达成，因为想象力就是心愿实现的一个种子哦。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可以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具体的描绘它。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你会很惊讶，就是你想象的最美好的这个画面即将要和你的现实重叠了。好，当你脑海中想象的画面越清晰、越具体，你的能量场就会越强大，越能够吸引愿望成真。有些朋友，如果你正在为了生活琐事烦恼，或是觉得你自己被现实困住了，这张牌其实正在鼓励大家从想象开始，你的心念就是创造未来的起点。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之后的日子，我觉得它是一个无可限量的状态，它不被你现在所处的身份、身体状况，或是说年龄等等的束缚住。它是有一种可以无拘无束的去从事你的热情、兴趣、你喜欢做的事情。在那之前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已经达到了某一种财富自由的一个状态，你可以不为酬劳的去进行很多事情，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要赚钱啊或是什么的，我是免费的无私的分享我的美，分享我的创意，分享我的歌声。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达到了财富自由，你们不为五斗米折腰。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The Nautilus 鹦鹉螺哟，这张牌好美丽哦，几何的螺旋哦。好，这张牌呢代表什么？它有一种宇宙和谐的象征。你们心愿的实现啊，它就像螺旋一样，一步一步的去逐渐的展开哦。好，螺旋呢，它有一种生命循环的象征，还有一种通往更高意识的道路。我觉得你们的心愿的实现的过程，它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好，你不需要马上看到结果，因为你的每一步都是神圣和谐中的一环哦，就像这张牌一样。过去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宇宙是不是对我不公平呢？或者说你在一段关系中觉得对方总是忽远忽近，没有一个明确的承诺。这张牌想告诉大家，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它都是螺旋中的一部分，每一个努力都不是白费，它的影响力会像涟漪一样慢慢的向外扩散。所以请相信宇宙的安排，不要轻易放弃，你的愿望会以最完美、最和谐的方式逐渐向你靠近。很多的朋友觉得你实现的这个愿望跟一个隐藏在内心中的秘密有关，你从来都没有对别人说，但是这个是你心里最疯狂的一个渴望，可能跟前面那张 imagination 是有关的，它是你心里的一个秘密。你觉得跟别人说出去，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不自量力，或是眼高手低，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但其实你如果扪心自问，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这个真的是你想要实现的心愿。好，
并不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一张牌就在告诉你，在这个神圣的螺旋中，你一步一步靠近心中那个最疯狂、最大胆、最渴望的点子。好 ，Sink or Swim 这张牌画面中大家看到有一个人沉入水中，周围是深蓝色的海洋。你们要沉下去，或是要游起来，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好，这张牌有一种，你就是要你们是要被恐惧淹没，还是要奋力游向光明？这都在你的一念之间。你们有能力可以浮上来、游上来，你们有能力可以自救。这是一张非常强烈的行动牌，宇宙告诉你，你有能力可以自救。可能有些朋友你处于一个人生中比较低谷的阶段，比如说感情上的疏离，事业上的这种迷茫，或者说一个健康很大的一个变动跟冲击，或者说你怎么说呢，做了很久的事情，但是还没有看见好转，你觉得自己快要被周遭巨大的压力淹没，甚至想要放弃。这张牌就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当头棒喝。你不要抱怨环境，也不要等待别人来救你，你现在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不要让自己再被负面情绪淹没了。你可以鼓起勇气，你绝对有能力可以游出这片困境，而且你现在的行动会决定你的未来。你们绝对要相信，你们有扭转局面的力量。宇宙很明确的告诉你，你有扭转局面的力量。好，我们看下一张牌 The Seagull's Call。这张牌是有关于沟通跟交流我们有看到在牌面上一群海鸥在天空中飞翔，沟通提醒。好，大家的心愿会怎么实现呢？这张牌告诉大家，可能会透过语言讯息或是人际的连接来实现那这张牌提醒大家，你不需要一个人孤军奋战，你要向外界去表达，甚至有的时候你需要发出一些求救的讯号，你要勇敢说出你的愿望。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心里有话没说，而且憋在心里很久了，他可能是你对某一个人的真实的感受，或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一个真实的意见，你正在寻找机会，但是可能一直不敢开口。也许他是有一些权力的关系也许你们有一些特殊的身份，或是说你觉得你怕说出去之后呢会打破一个平衡，又或者是你不知道说出去之后对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好，这张牌告诉你说，其实你的声音是一个信号，它会吸引到对的人、对的资源，甚至是对的答案。同样的，如果你的声音不被听见、不被理解，也可能预示着这个人不是对的人、对的资源、对的答案。比如说，如果生活中可能无可避免的要和一些不是这么舒服的人沟通，但同样的，你们也可以去向信任的朋友、家人寻求帮助，或是有一些社团，他们其实是跟你有相同的理念、心愿跟信念，扩大你的社交圈。有的时候，你的愿望真的需要你勇敢的开口，才会被听见。所以这张牌是鼓励大家去拓展人际的连接，你们的愿望会实现，你们的愿望实现就在人际的连接中，就在一个寻求中，就在一个交流中，不管这个交流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The Flags Fail。有一种不确定跟一种困惑跟混乱，这个是说什么呢？大家要注意在你心愿实现的这个过程中，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些混乱或是看不清楚方向的时刻。
有的时候这个浓雾啊，它是一种灵魂的考验，但是大家要记住哦，雾不会永远的存在。大家有看到吗？画面中有一艘船，它隐藏在迷雾里面。那这个雾为什么要出现呢？它其实是提醒大家，你可以放慢脚步，或者说你有的时候需要调整方向。有的时候你当下的模糊不清、不清楚，其实是宇宙替你隐藏的一些惊喜。你不要因为暂时的混乱而感到焦虑，你要记住，你现在只是在穿越一片雾，这个雾终究会散去，而且前方的道路很快会明朗。有些朋友，如果你觉得现在人生好像没有方向，或是有一点混乱，很像是走在迷雾中，有很多的考验，看不见前方的路，这张牌就是要跟你说话，他想要告诉你说，这个阶段很正常。也许你们正在经历一段关系的结束，或者是转换跑道的过程。好，这个可能让你很迷惘，但是请绝对不要焦虑，也不要在这个迷惘的时期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多多的观察，多多的感受，因为其实这个不确定的过程啊，它是宇宙在为你清除旧有的道路，是宇宙在为你的新生活做准备。所以大家要相信哦，这个迷雾散去之后啊，大家会看到一个更加清晰、更加美好的未来。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哦 ，Polar Bear， 你们的心愿的实现呢，跟疗愈跟滋养有关呢。牌面上是一对北极熊母子，所以哇，它象征着一种母性的保护，也象征着勇气跟力量。大家哦，你们的心愿不会被建立在自我牺牲上，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实现心愿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你需要把自己燃烧殆尽，需要牺牲啊、讨好啊，或是让自己很卑微才能够达成的愿望，而是当你愿意被滋养，你的愿望也会被温柔的呵护。你们会被一个我觉得充满母性魅力、女性魅力的人所滋养、包围跟保护。它会让你很像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在这里你觉得很温暖、很舒服，好像受到保护一样的能量哦。好。如果你过去是一个比较习惯为别人付出的人，或是你总是把工作啊、别人的事情啊摆在第一位，或是你常常为了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而牺牲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话，这张牌其实提醒大家你们不能用一个空的杯子去倒水给别人哦。所以我看见你们愿望的实现跟一种能量的充满有关，跟一种好好照顾自己的讯息有关哦。你会好好照顾自己，爱自己，然后你会拥有放松的时间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内心会得到滋养，而你们的愿望啊，也会在这样子的滋养中慢慢的去实现。而且我觉得你本身被滋养，或是被这个母性的能量所包围、所保护，这个也是会实现的愿望之一。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牌Giraffe 长颈鹿 The Big Picture。 好，大局观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其实啊，长颈鹿它的这个脖子很长，所以他看到的视野跟我们看到的视野是不一样的。他是从高处去看，你可以想象，当你从100楼去看，跟你在1楼去看的那个视野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哇，我觉得今天上来哦，大家你们的实现的这个愿望啊，有一种是你整个人的格局、世界观跟你所处的阶层位置、财富的能量会被提高到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会好像坐电梯上升一样。好，你们的眼光会看得很远，而不是被困在细节里，你会看见更
宽广的视线。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会登高望远，你会看见更大的蓝图，而且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当你登高望远，你看见更大的蓝图，拥有大局观之后，你会发现你过去的心愿呢，它其实只是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当你这个心愿实现了之后，你要往更大的，我觉得很像是更大的想法目标或是其他的地方去迈进。你们不再为了小事生气，或是因为一些小失误啊、小误会啊、小争执而去责怪自己，或是把自己困住了。你们会开始记起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看见你们抬起头来看得更高更远，你们的愿望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点，对不对？它是一幅宏大的画。你们会从大局观来看待这个世界，所有让你烦恼的细节，其实它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我看见你们把目光放远，你们过去的心愿它会完成，而且就是你们过去觉得这是很困扰你的事情，或者你很想实现的这个焦点，它就变成小事了，代表说你们的视野跟高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们整个被提升了。好，你们学会专注当下，不再忧虑，而且你们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去承载奇迹的人，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量可以在宇宙中登高望远。为什么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呢？我觉得你们除了现在的这些目前眼前此时此刻的心愿会被实现之外，你们还会去做更大的梦，从不一样的地方去看你现在的自己。很多时候啊，有点像是你过去给自己设立说我要多少钱我就退休了，财富自由了，然后没有想到你们现在可以去做的事是比原先设定的目标更多的一个数字，然后是可以达到的，或是呢在时间上更快。本来可能要10年20年，现在很惊讶，可能缩短成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去达成，去完成这个心愿。完成之后，你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做。好，以上就是属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如果呢你是对于塔罗占卜有兴趣，想要成为占卜师，或者是希望可以透过占卜来跟自己对话，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些选择，更加的了解自己，或是你想要帮助身边的人的话，都欢迎加入这门课。好，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什么样子的心愿要实现？宇宙要把什么大礼交到你们手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主牌能量Check yourself before you check yourself。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好，我们看到有一位精灵，他蹲在水面上，然后凝视水中的一个倒影大家有看到好像是一个手机的符号，好像是手机，他到底是要捡这个手机，还是要把这个手机丢下去呢？好，这些符号很像是某一种宇宙的密码。好，这一张牌在告诉第二组朋友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你在踏出去那一步之前你可能要真正想一想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就是 check yourself， 你看清楚你自己是谁，你真正想要去哪里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有点像是资料成瘾，你会收集很多的课程，买很多的书，收集很多的资讯，然后有很多的代办事项，或是我下载很多 APP， 这些 APP 可以帮我高效的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这张牌强调的是，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梦想真正的落地，你并不能是一直下载，或者说一直盲目的学很多东西，而是你要暂停一下，自己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APP？ 然后真的对我有帮助吗？
这个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吗？还是我看别人也有，别人也买了那么多，我也想要买，或是别人也去补充了这么多，我也想要去补充，这个有别人有，然后我害怕别人会落后，所以我也要去做这件事情。甚至有些朋友你是延伸到你家里的小孩子身上，哇，别人的小孩有补这个，我也得帮我的小孩补一下，不然会落后。那你现在选的这个工具真的是对你最有用的吗？你现在的这个行动是为了成长，还是为了逃避做心安的呢？好，如果你站在港口前面，你手上有地图、指南针、装备，还有很多的最新的科技的仪器，但是你并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一座岛，你再多的工具其实也没有用，反而可能会让你绕远路。所以呢，你即将实现的愿望、梦想实现之前，宇宙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要精准你要去的方向，还有你需要一个是专属于你的导航系统，不是看别人有什么你就全部都加上去。好，宇宙要给你们的一个好消息是，我觉得你们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最想要的是这个。你们可能会在事业上抓到一个最该投注关注的主轴，其他并不是那么重要，就可能就慢慢的淘汰，或是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身上。你们在事业跟人生中会找到一个梦想跟热情，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会在生活当中，我看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找出，你们会厘清什么价值是你最想要去守护的，所以你们会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你会更快的聚焦你身边所有的资源，你会减少一些瞎忙或是浪费时间、精力、心神的一些状态，减少自我怀疑的状态。你们开始会进入一种对的人、对的技术、对的时机，3步都到位，3个点都到位了，然后你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顺流的状态。同时呢，这张牌也提醒大家，我刚刚有讲到对的人嘛，如果你们想要成为某种人，你就要去向那样的人学习。你不要问一个还在迷路的人，你不要问一个自己都还不清楚方向的人，或者有些问题你要问你信任的人，不要问你其实不是这么信任他的人。或者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把你的问题就是丢到一个社群去，可是这个社群或是网络上你想要征求大家的答案，可是你不知道这个网络今天回文给你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身份背景，然后他有没有你这样的经验，或者说他讲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他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误导的语言。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你去询问问题的这个对象，他有没有能力回答你，他是不是已经达到你想要达到的事情，还有他背后的一些动机是什么。好，你要去真正的思考这些事情，真正的跟对的人连结，这样子真正的资源才会出现。所以呢，我看见宇宙送给你们的礼物很像是一个你们内在经过校准之后的加速的力量。当你知道为什么要前进的时候，所有的科技的资源出现都是在为你加速导航跟拓展，而不是来出现让你觉得很忙乱、很分心或是很杂乱。同时宇宙想要跟你说，你们的梦想并不是用力追赶而来的，而是当你校准频率之后，你的梦想会自动来找你。所以你们不用急着下载很多的 app 追下一个课程，写下一个计划，我下一个要完成的事情，而是你先把你自己的频率校准，然后科技的力量才会真正的为你服务。好，在你们心愿实现之前，要先停下来检查自己。就像如果你准备出门去旅行，不是马上冲出去，而是要先检查一下你的行李，你的机票有没有对，或者有没有什么迷失就是没有准备好的地方。因为如果方向不对，就算你再努力也会变成是白费力气，甚至是走岔路。你在不对的地方努力，还可能会跌跤。所以我觉得这个停下来的动作是宇宙在跟你沟通哦。你们可能之前会有一点迷惘，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但是很快你会突然有一种原来我要的是这个的清晰的感觉。就像我刚刚说的，在事业上你们抓到一个最该专注的领域，在生活中你意识到你想要追寻保护的价值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当你校准自己的时候，心愿就会自然而然的来找你。看一下下一张牌，
Hall of Mirrors， 它是一个金碧辉煌的这种镜厅，充满镜子的一个大厅哦。那我们的主角站在中间，他好像被无数个魔幻的镜子包围，好，还看到好多自己的影像，自己的投影。这张牌要大家千万看清楚一些事情哦，有些东西出现在你身边，它只是一个幻象，它只是假的，不是事实。好，你们会实现的心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我觉得你不再被别人的眼光绑架。可能你过去一直很害怕，或者说很在意别人的想法，觉得自己做不好会被笑，选错会被批评。但是很快的，你们会发现很多的评价，别人的评论，那些都不是你的真相，或是一些酸言酸语，那些也不是你的真相，那只是他心里的一个投射，他内在不满的一个投射。其实这很像是走入到一个镜子迷宫，一开始第二组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好混乱，到处都是我自己的倒影。但是当你冷静下来之后，你就会知道真正的出口在哪里。好，有些朋友我觉得在感情关系中啊，这张牌读到的讯息是，你可能常常为了让伴侣或是家人开心，你一直扮演着他们期待的角色，或是努力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好人。好，但是这张牌要告诉你说，你真正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别人帮你贴的标签哦。你要去怎么说呢？当你愿意撕下这些标签，卸下这个面具，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吸引到真正爱你、真正欣赏你本来面貌的人。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收到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做自己。做自己之后，你会拥有力量。当你不再追逐外在的眼光，选择忠于自己的时候，你的心愿会更快的实现，而且这个心愿是校准之后的心愿。第二组的朋友，过去到现在，你们也一定默默达成很多事情。可是有些事情啊，虽然达成了是达成，但是你却可能会有一个空虚感，或是你觉得你人生等于说不止于此，你还有更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张牌啊，想要告诉你，你不是在活给别人看，而是要把能量投资在自己真心所想要的地方哦。不再追逐别人的目光，你会看见你的心愿，你的心愿也会看见你，而且这个是能量校准之后的心愿。很多人可能在追逐一个目标，然后达到之后才想说，其实跟我原来想象的真的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为什么我当初要这么努力跟费力去追寻呢？所以这两张牌其实有点像结合，在告诉你，好，你在奋力去追之前，停下来想一想，看一看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Independence， 好，独立哦。画面上是一只超级可爱的小鸟，小雏鸟，它站在树洞口，然后整张牌是阳光普照，阳光照耀。这一只小雏鸟，小鸟啊，它要出巢了，它准备学习飞翔，它的第一次飞行，真正的飞行，它要展翅高飞啦！哇，所以这张牌代表什么？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再受制于人，你们有掌控权，你们有选择权。过去可能你需要依赖别人的肯定，别人的意见，或是依赖谁给你安全感，谁给你爱，或是你需要依赖某一个体系才能够生存，某一个系统。我觉得现在你会开始把力量收回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可以开始独立，把主导权拿回在自己身上哦。你们不会永远待在巢里，就像这只小鸟一样，它必须要飞出去，用自己的翅膀去感受风的力量哦。好，接下来哦，这组的朋友，这张牌想要你明白的是，你需要亲自的掌权。这并不是说你并不能够听从其他人的意见，而是你可以去听，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要回到你自己的手上，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做主。而且当你开始为自己做主，你会发现你们的财务状况会因为你的自主变得更加的稳定，变得更加的健康，而你的生活也会开始因为你的选择
独立、负责，变得更加的自由。你们会收到的礼物，它就是真正的独立跟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啊，它是你能够选择你想要的人生，你能够为你自己的生命做主。你会发现更多的机会其实在等着你。当你展翅高飞，飞出去之后，真正的自由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把遥控器从世界手中拿回来，放到自己的手上。好棒哦！接下来看到上一张牌哦。Ascend 这张牌是有一种升级啊，登上宝座的感觉。好，这个穿着非常漂亮的公主啊，她在阶梯上不断的往上爬，上面有一个超级巨大的漂亮的水晶灯哦。好，这张牌说的是宇宙要帮助你把你的生活的状态一点一点的提升，它很像是你心愿的阶梯，你会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状态，像是一个更高的职位，更舒心的状态，财富自由的阶段，然后你们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也有些朋友你是身体变得更健康，或者是你的心境更宽广，这些提升啊有点像是从你生活的各个面向，因为人生不是只有工作，然后它可能有人际关系啊、感情啊，然后你的心态的平衡，还有你自己的梦想，你想要做的事情，它有点像是从各方面的小小的提升，进而去累积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你们是变成全方位的提升跟改变。好，有点像是你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考试，透过每一天规律的复习、整理笔记、练习题目，每一个微小的努力，其实都像在这个目标道路上慢慢的往上，都是一些能量的累积。你的愿望就很像是被光托起一样，慢慢的往上走。所以我觉得大家收到的大礼是什么？你会很明显的看见自己的成长，你会真正的看见并且意识到我真的在进步。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在学习语言啊，比如说在练习英文啊，之前都讲不好，或是觉得自己发音都是不是很标准，可是不知不觉你就发现越练习啊，这个你的肌肉啊就越习惯，然后有一个记忆感，能够发出更加准确跟清晰的句子音调。好，你会看见自己的成长，这个成长这个感觉会带给你无比的信心哦。其实大家不需要再等待某一个奇迹出现，因为这个奇迹就在你每天的累积里发生哦。我看见这个楼梯啊，登上去的上方啊，它是一个我觉得很精致的那种城堡的感觉。如果抽到这组牌的朋友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你们其实是有机会透过某一种感情的连结，或是跟某一个人的连结，它有点像是给你了大力的资源跟资助，帮助你通往人生中的另一个更高的境界。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有金主来帮助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哦，从一个也许是比较在物质中匮乏的状况，真的是摇身一变，变得什么都有，什么都很丰富，不管是身份啊、头衔啊，或是各方面全部都焕然一新的一个状态哦。好，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哦 The Pirate's Treasure。 好，这张牌啊，哇，大家有没有很开心？哇，这张牌上面有珠宝，各种不同的钻石项链哦。好，这张牌呢在提醒我们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骷髅头？这张牌在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这跟我们前面说的你即将实现的心愿之前啊，你要先去看一看，就是检查一下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情是什么，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这张牌提醒大家，有些朋友你们之前追求的东西啊，它可能看起来只是表面的光亮，可是我们现在要追寻的是真正的财富。这个财富是什么？让你可以一夜好眠，而不是提心吊胆，而不是为了去追求一个财富，但是你却没办法睡觉，很焦虑，因为你会一直需要去关注这个状态上下起伏。真正的财富是你内心的安心跟满足，是内在的一个安定感，是跟人有价值的一个连结哦。这张牌我觉得其实在财务状况特别想要跟大家沟通哦。可能你一直努力赚钱，但是却发现自己内心很空虚，虽然财务的这个账户数字是有增加，但是内心却很空虚。这张牌有点像要让大家重新去思考，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好，比如说我努力工作是为了就是翻转我跟我家人的一个状态，给我自己和家人更好的生活，或者我希望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我希望人生可以更加的，就像前面说的，独立，有选择权。当你真正去思考什么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的时候啊，你可能会选择投资一些就是时间或金钱在能够让你成长的技能上，或者是你可能会重新分配你自己人生的优先顺序跟时间。你会发现财富会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到你的身边哦。我觉得你们即将收到的大礼啊，它也跟资源的流动跟财富的流入有关哦。有些人你会有新的收入的机会，有些人则是我自己会发现原来只是你在家族之间，或是你手上你自己就有一些资源可以善用，只是你过去一直都没有想到，一直都没有发现哦。还有啊，这张牌有一个意思说，时间会让你慢慢的变富有，所以不要担心哦，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时间会让你慢慢变富有，而且你不需要去好像忙东忙西，然后好像很焦虑的去经营财富这件事情，走在对的道路上，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一切都是很顺的，有点像是你就把宝藏埋在这里，接下来呢20年之后打开，你会发现原来的这些宝藏经过复利增长效益之后，它已经变得你是不管是你现在这一辈子，还是你接下来世代都花不完的财富。这张牌有传递类似的讯息也有可能是你们的一个什么样子的系统，它是可以持续的经营跟运营下去的。Bird before land， 好，抵达的这个鸟群画面中我们看到一群鸟在天空中飞翔。那古代的航海人都知道，只要看到鸟群就代表陆地快要到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会看到一些证据，一些确切的征兆。比如说呢，你会遇到重要的贵人，或是看到事情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些征兆都是你愿望快要实现的信号。比如说你正在创业，这张牌就很像是你收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回信，或者是你的某一个产品、某一篇文章啊，突然在社群里面被很多人分享，被很多人传递，这些都不是巧合，是宇宙给你的明确讯号，告诉你说坚持下去，你就快要成功了。这些鸟群会让你的心充满希望，会让你更有动力去迎接，真的是最后1里路，就快要到陆地了，最后的冲刺。所以我觉得你们会收到一个确定的讯号，你会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你就快要上岸了。看见鸟群不单只有幸运而已，而是你们正好恰好是在正确的航线上，这个航线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所以这个梦想实现是必然的。接下来看到下一张牌哇，下一张牌是漂流，一个人在船上，他好像躺在这艘船上，然后随这艘船有点像是随波逐流嘛。同样的也有非常多的鸟，还有在他的身边围绕着。好，这张牌在讲什么？其实船面上这个
牌面上的这个人啊，他在小船上看起来有一点点寂寞。这张牌在提醒大家其实你们在心愿实现之前，他会有一段时间是你觉得比较孤独寂寞的，你会觉得比较停滞的。好，但这并不是失败，这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有些人可能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了非常的久，或是说他拿到了这个机会，他努力准备了很久，就为了拿到这个机会，但是突然事情改变了，局势改变了，这个机会突然被别人抢走，或突然消失了，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种巨大的迷失感。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这个迷失啊，这种漂流的时间并不是宇宙在惩罚你，而是让你有机会重新的去思考这个航线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呢？它有的时候会考验你的耐心，但同时啊也给你礼物，给你空间去沉淀去充电，因为你们可以利用这一段安静的时光去找到内心的平静哦。你会发现你自己比过去的任何时刻都更加的强大，你们能够度过这一段漂流的时期，比较孤独的时期，但是你们会迎来真正岸边的光，所以这个漂流它也是一场祝福啊。接下来这张牌是讲到祝福Saltwater Blessing，盐水的祝福。这张牌画的是一只脚，它踩在海水里面，那周围我们看到海星跟贝壳。这张牌代表的是进化跟重新出发。很棒哦。有些朋友啊，宇宙告诉你有个心愿要实现了，就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压力，或者说你想要摆脱的东西，一些错误，比如说你曾经犯下的错误，然后它还持续的影响你，可能是某一个债务，或者说某一个错的决定，或是不再适合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要通通的跟他说再见了，拜拜。好，当你清理干净之后，你的空间自然而然会腾出来，你的心自然而然被净化。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会开始去觉醒，某一些关系让你感到很疲惫，现在是时候放手了。就像海水洗去沙滩上的足迹一样这张牌其实允许大家真的要去释放一些不再滋养你的关系，甚至是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些人他其实也不见得是真心的朋友，只是一些表面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这张牌在说什么。当你清理了身边的杂讯，你会发现你的社交圈变得更轻松，更加的自在。还有这个清理也包含了一些可能网络上的社群啊，该退的退，或是一些不必要的 app 该删的删，它只是让你分心来扰乱你而已。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即将变得更加的轻盈，更加的自由。你们整个人的身体啊，就像被海水洗涤过一样，你会感觉到全身舒畅，都放松下来哦。好，当你放下这些杂讯、杂念、不必要的关系等等的，你的生活会回到最纯净、最简单的一个状态。好，下一张牌 Flamingo。这张牌啊，就是你们实现的心愿，即将实现的心愿跟伙伴有关，跟志同道合的伙伴有关。也许是现在在你身边支持你的朋友、工作团队，或者是一个新的团队、新的朋友，或者是能够去支持你的社群我看见朋友、伙伴的力量，他们可以帮助把你想做的事情放大，把你的愿望做大，因为凭你一己之力跟借助他人之力所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你可能走在一条道路上，或者走在财富自由道路上，觉得很孤单，可是当你和一群拥有相同信念的人一起走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讨论，可以看到别人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说看到别人的错误来反省自己。当你遇到困难跟困顿的时候啊，其实透过这种志同道合伙伴的声音，你会更有力量坚持下去
你们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伙伴群跟伙伴圈，然后大家会一起分享经验，互相鼓励。你有一种哇，我终于找到家的感觉，所以你的心愿它不再只是单打独斗的梦想，而是它是一个有力量、有温度的集体行动。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因为朋友的邀约而展开一个新的行动，然后你进而觉得这个行动很好，可能是一个运动的习惯，你就坚持下去，持续做下去，你会觉得这其实也是对自己身心灵有益的一个方式。可能一开始只是推不掉，或是只是勉强答应，盛情难却，然后但是你真的去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是很好的，是很喜欢的。也就是说，接下来你们收到的礼物就是同频的力量。当你和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愿望实现的速度比你一个人前行还要快10倍。那在感情上，因为你们有这2张牌的结合，我真的觉得很多人你们会找到一个适合的伴侣，或是你跟你的伴侣讨论出一个适合你们的财务方案跟财务规划，两个人齐心往前走的话我这个翻倍的速度其实很快。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们遇到了这个对象他在财务上其实是有想法、有观念，或是说有一个目标要去达成的，两个人一起走会比一个人走更加的快。有些人你则是直接被你的另外一半升级了，他可能本身就是有家庭资源背景，或是他是自己非常的有头脑的，你直接呢跟他在一起之后整个人就被升级了，直接就坐到这个王位跟宝座上，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 Snake 蛇好，这张牌蛇有一种蜿蜒跟环绕的感觉，然后在牌的正中央有一个非常清醒的眼睛有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跟这整张牌的意象象征着是彻底的蜕变跟重生。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你们会迎来一个全新的自己。好，这不只是外在的收获，那些财富物质有形的东西，而是你会彻底的脱皮，彻底的脱掉过去的限制，活出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有创造力的生命的状态。而且我觉得这张牌在你的财务跟事业上都特别的有意义。可能你过去一直觉得我的收入是有天花板的，是有限制的，或者是受制于当前的职场某一些固定的思维这张牌告诉大家好，你们会像蛇脱皮一样摆脱这些旧有的框架、旧有的限制。你可能会忽然有一个新的想法，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案子、新的专案、新的产品，或者是勇敢的跳槽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领域都有可能。这一份蜕变之后的重生，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潜力超乎你想象，而且前面你们又有同频的伙伴，再加上有些朋友你们的牌其实是加持在一起的，你的同频的伙伴可能又是你感情上的伴侣，然后你们又共同经营自己的事业或是财务的目标，然后这样子的前进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我看见你们收到的大礼就是蜕变之后的重生，你会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勇气去承接你的梦，而且去把这个梦做大。蜕皮的那一刹那是很安静的，然后它可能有一点点痛，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世界看你的眼神不一样了，你的这个称呼身份，或者说你们有一些实质上的改变，你不再是过去的你。有些朋友则是你居住地点的一个改变，可能换到不同的地方，怎么说呢？你使用的东西不同，换到地方不同，它也隐含了代表了另一个阶段的你自己。这些东西是由内而外去发生的。当你内在丰盛的时候，你外在自然而然的也会丰盛起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可能会迎来事业上的突破，或是一种财务状态中一个这种纠纷或是债务的解决。有些朋友则是你生活重新找到正确的航道。
你们会重新评估并且看见自己的价值哦，你们会更加的有配得感，因为宇宙这份大礼就是要给你们的，不是要给其他人的，你会欣然的接受即将迎来的这一切。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完全上架完毕咯。那如果你想要成为塔罗占卜师，或者是说你对于塔罗知识有兴趣，对于灵性或是显化法则的概念有兴趣，想要透过学习来跟自己对话，了解自己，或者说改变你的改善你的生活，校准你的目标，找回力量的话，也很欢迎加入这堂课程，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或者是有些朋友，如果你是想用这份塔罗的力量来帮助其他人的话，也很欢迎，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加油。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帮你们看一下即将实现的心愿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你们的主牌的能量。好，第三组我觉得你们的牌真的给我有一种女生的话就是优雅的富婆，男生的话呢就是这种超能力男神哦，钞票的钞，或者是现金流王子哦，有这种就是钱多到数不完的感觉。而且它不是只有钱，有一种位高权重的能量，就是世界都要听我的，一切都是在我的掌控之中哦。好，第一张牌是做自己，你们知道吗？做你们自己就是最迷人的财富的能量。好，第一张牌画面中的这位女生呢，穿着这个闪闪发光会反光的这个白色的裙子采光流动的裙子，她在舞池中跳舞，她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有自信，魅力爆棚，然后绽放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能量。所以这就是你们的能量第三组朋友，做自己就是最强的磁场。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当你不再去迎合别人的期待的时候，宇宙才会或者说他才知道要把什么真正属于你的东西送过来，你发出的能量会吸引到同频的机会。所以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愿望要实现，不在于更加的拼命，而是在于更真实。你越展现自我的本色，你越不扭捏，你越可以去吸引到其他人，会有很多人想要跟你合作，或者是想要支持你。而且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不要担心，我觉得你们是有魅力的一组人，而且你可以将你的魅力变现。以前呢，你可能常常想要当别人眼中的好人，结果累到自己，钱也不见得赚得到。但是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再去当或者是假装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讨人喜欢的样子你可以把你本来的真实的样子，一些搞怪的想法，或是很真实却又很迷人的自己秀出来，或是有一点疯狂的想法。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越真实就越有商机。我看到你们即将实现的愿望，它跟自我价值认同有关，它可能是在事业上获得一个让你可以自由发挥，自由的去展现独特才华的机会，比如说新的专案、自创的品牌，或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一个职位，让你觉得你是可以尽情的就是挥洒你的能量，表达你的才华你会因为你的独特被看见，并且带来实质上的回报。还有很多朋友你独特的性格才是品牌的这个能量的核心。在关系中也是，真正的你会吸引到真正看懂你的人。然后在创作上或是在事业上，有些朋友你把你这种自己独特的想法亮出来，反而会更有市场所以呢如果你有在经营社群或是这种作品等等的，你可以加入一些你的私人的符号，你的口头禅，或是你的辨识度，你的一些特有的惯用的颜色等等的。所以呢加入这些可以展现真我的魅力的一些标志事情，
这些改变其实会让你更加的被注意到、被看见，更加的受欢迎，也会带来很多商机。然后啊，你们也要去拒绝一些合作，这个合作是违背直觉的合作。然后你要去断开一些好像你需要花很多心力去应付的一些好像小小的，并不会给你带来实质改变或翻转的机会。当你断开这些不是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其实真正好的机会就会浮现出来。所以在这张牌，第一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当你像你自己的时候，钱就会飞奔而来。第二张牌也是第二张牌它是一个加冕的时刻到了。第二张牌在告诉大家，哇，你值得，你说了算。好，第二张牌里面是一位紫色的袍子的女王，穿着紫色袍子的女王，她非常的有自信，她背后是盛开的紫色的玫瑰紫色象征着灵性跟王权，玫瑰象征着爱跟价值，这是一张加冕的牌。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接下来你们的心愿实现和什么有关？和你把人生的主导权拿回来有关你的人生不再是由别人所操控，而是你自己定规则，自己定价，自己说了算，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权女生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像是优雅的富婆，有钱有品味，很优雅很漂亮。男生呢，可能是那种霸总，就是能够掌控局面，但是又有一种可以让温柔待人的能量。它是一种我觉得掌控跟温柔并存的一个财富的能量的象征。好，第三组的朋友在生活中我看见你们越来越去敢喊价，或者说敢去谈判，不讨好，敢于说不，这个就是一个你的加冕时刻。我看到你们已经准备好坐上你的王座了，你们即将实现的心愿可能跟一个金钱或者是权力上的突破有关，比如说一次这种很大幅度的加薪，或者是你在某个领域站稳脚跟，获得话语权，你的价值不再由别人定义，而是由你自己去定价。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要跟谁接触，或是说别人捧着现金来找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在人际上你也会拥有一个主权，就是你可以去拒绝不想要的不健康的人际关系，然后你可以重新选择你想要连接的人有些朋友如果在原生家庭不是这么愉快的话，你可以重新选择你想要去连接的家人。家人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群爱你跟支持你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找到真正相信你跟支持你的人。这个是一个加冕的时刻，宇宙要大家重新坐回属于自己的王位上。我看见你们会被礼遇，然后如果你是自己在卖商品，或是你有在做个人品牌的话，你们的价值绝对是往上对齐，然后会有一些不可退让的界限，比如说你的时间你的价格，你的沟通窗口等等的，你们会不需要去迎合一些你其实并不是这么想做的事情反而是别人会因为看见你的魅力，受到你的吸引，想要去跟你对齐，想要来找你，就像我刚刚说的，捧着现金来找你的感觉。你们不再追着机会跑，而是机会会在你门前去排队来找你，排队来敲你的门。好，希望跟你洽谈这样子。好，我们接下来这张牌哇，这张牌跟精灵有关我们走进了一个精灵的居住的地方精灵的王国。这是什么地方呢？这张牌跟灵感或者是巧合有关好，里面呢我们看见有精灵、蘑菇，然后整体是魔幻的感觉那还有一些游戏感，也就是说其实你
越晚的越开心，然后你心态越轻盈。当你保持一些好奇心跟玩心的话，宇宙会给你一些灵感跟巧合。那这些灵感跟巧合就很像是夜空中的萤火虫一样，你就是那个焦点，大家都会被吸引过来。所以呢，第三组这张牌在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如果你越严肃的话，能量可能会越卡，反而是越放松去玩、去享受、去探索的时候，你的灵光会一闪。接下来呢，可能就会中，就是你做出来这个东西是会中的，是会红的，然后是会能够打中要害、解决问题的。你这个想法是很突出的，或者说你做的这件事情、运行的这个方向、写的这个答案是非常得人心的。所以你们即将实现的一个愿望啊，我觉得它是跟创造力跟人脉相关的心愿，可能是一个困扰你很久的事情，突然因为某一次巧合的对话而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说你无意间你在网络上分享，或是你在口头之间在聚会中分享一个想法，意外的吸引到关键人物的注意，给你带来巨大的机会。所以这组的朋友啊，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你的玩心啊会让你的灵感源源不绝。如果你是经营者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巧合的人脉会为你带来重要的合作。那如果你正在人生中探索方向的话，你这种保持轻盈的心态会为你打开新的门路、新的道路。也就是说，第三组的朋友，其实宇宙鼓励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些探索的时光，比如说你去画画啊，然后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啊，也许是去冲浪，或是去不同的地方旅行，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旅行。那你的这种玩耍的玩心，其实很像是你灵感的供应链，多多去接触，多多去冒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Enter。 好，接下来这张牌就是哇，你们的门被打开了。门被打开之后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门打开了，请进场。好，这张牌我们看见一道石门敞开门背后是彩虹的金光这是非常明确的讯息。第三组的朋友，门已经开了，你会遇到一个实际的门，它可能是平台的邀约，或者是一个新的合作机会，或者是人生的邀约，人生这种转职场的一个邀约，新的机会，或是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场域，也有可能是一个爱情的邀约等等的机会就在眼前。它并不是未来，它并不是可能，而是它现在就在。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跨过去，你敢不敢跨过去呢？可能你们会有这种异地啊、旅程啊，或者说搬迁啊，或是有一个机会问你要不要外派，或是一位关键人物伸手邀请你入场，你要不要入场呢？你要不要入池呢？好，那你们到底会进去还是不会进去呢？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实现一个跳跃式的心愿，就是它是一个升级版的心愿，可能是你梦寐以求的新工作，就会觉得哇，我竟然能够到这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哇，可以翻转你人生、带来可观收入的新事业、新机会，或者是你终于下定决心搬到理想的城市，或是移居到其他的国家。这个心愿的实现过程，它并不是循序渐进，它是一次很大幅度的跃升跟跳跃，就是你直接从现在可能在50阶就直接给你跳到100阶或是200阶，你省略了中间很多的这个阶梯，就是直线往上冲的感觉好，跨越这一道门槛，这个门槛啊，好，我们在灵性意义上有一个门槛的守护者，但是门槛的守护者他并不是来挡你的，他是来确认你说你准备好了没。我相信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抽到这张牌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好要跨越过去了，甚至你们已经在跨越的路途当中了。所以这组的朋友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点犹豫的话，其实不要担心，宇宙都已经帮你把大门打开了，然后上面还挂着布条告诉你说请进来吧，这边进来就会有发财，恭喜发财的能量都大大的告诉你说这边就是有路，往这边走吧，所以请进去吧。行动就是你的通行证，所以勇敢行动。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的牌
哇，我们这边出现的是乌鸦跟兔子哦。好，乌鸦这张牌啊，上面也有3重月、3重月亮。乌鸦在灵性里象征着转化、预兆跟智慧。那月亮的3项象征着开始、养成跟收束，所以这张牌告诉你说，当某一个循环走到终点的时候，是时候要转换方向，不要害怕，因为这个并不是混乱，而是宇宙在推进你换轨道。很可能你们新的轨道就是宇宙为你敞开的这一扇门。所以第3组的朋友，宇宙想要告诉你，你有一个很棒的礼物，就是预见力，就是一个觉察力啦。你可能会突然理解说，某一段关系或是某一个商业模式，某一件事情它已经走到尾声了，可能该换车道了。但是你不要害怕变动，因为这个转场的过程你是被保护着的。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即将实现一个转型，可能是你现阶段品牌的一个转型，可能是结束一段不健康的关系，让自己有机会遇见更适合的人，也可能是告别一份让你觉得很内耗的工作，转向一个更符合你天命倾向的领域。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结束它是新篇章的完美开场，也就是说某一个合作或者某一个模式要结束了，但是你会迎接另外的新的篇章，门都在这边帮你们准备好了。而且整个转场的过程刚刚说过，你们是受到保护的。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开始看一看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维持成本很高，但是回报很低。这些事情啊，你可以考虑退场或者是外包，或者是说啊，你可以去写下来有哪些东西是好像一直在把你拉回去、退回去，而不是推你向前的。你可以去写下这样子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真的要结束。然后这边还有智慧的女人哦，智慧的女人可能是你自己，也可能是你身边遇到的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我觉得灵性天赋的女性，她可能会透过一些故事或是隐喻或是一些方式来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或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她有可能分享她学习到的智慧，或者是她走过的路，会有这样子有智慧的女性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好，接下来呢是兔子这张牌哦。我们看到画面上有许多兔子啊，在不同颜色的兔子在奔跑。那兔子呢，这边有敏感、快速跟繁盛的能量哦。敏感是一种天赋，但如果敏感无边无据的蔓延下去，有的时候会变成恐惧。但如果这个敏感它有边界的话，它就会转化成强大的洞察力。所以这张牌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利用你自己的天赋来创造优势，你能够比别人更快速察觉到当下的一个转换，或是你能够比别人更加快速的察觉到市场的需求，懂得对方的一个情绪，你能够去拿到你所想要的。只要你能够建立能量边界，其实你的灵感跟创意就会像兔子一样这种绵延不绝的繁盛下去。好，这也是给第3组朋友你的能量，你们会实现一种内在的平静，同时内在的平静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哦。过去你可能因为过度的付出或者是讨好感觉到疲惫，可是接下来你们绝对会找到方法去保护自己的能量哦。你们不再被不必要的关系或者是事物消耗，接下来你所有的时间跟心力都能够专注在真正能够让你丰盛的事情上。比如说你们会做一次这种能量的减线，有一些社群有一些追踪的这种版面该退的就会退，把它退掉。或者是说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有些人可能会开始学习到在上一个阶段中你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在新的阶段中可能已经不再那么适合你了，他们就会慢慢的退场。因为我刚刚说过，你们要完成一次能量跟人生的大幅度的升级你们要变成王者，你们坐的位置已经不一样。有些人过去可能你们曾经不错，或者说曾经一起玩过，但是现在你的能量圈整个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些
不再适合你，更不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会慢慢的退场，同时你们也更有能量，更有主导权去享受你的人生，享受你的生活。好，你们可以祝福对方回到对方的道路。你们如果要断掉一段关系的话，不要害怕，你们可以在心里想象一个剪线的仪式，把你跟对方的线剪断，好像有一条视觉化的线把它剪断，然后祝福对方去走对方的路，因为对方也有他自己该走的人生的旅程跟方向。好，再来看一下你们会进入到什么顺风期，这个好棒哦，就是这段时间呢是很省力的，虽然很省力，但是能够走很远哦。大家可以看到画面是一艘白帆船，它在晴朗的天空中，在大海中航行。这张牌讲的就是顺风，也就是说啊，恭喜恭喜第三组的朋友，在接下来的日子你会发现，你的方向是对的，潮汐的状况也很配合，阻力减少，人脉也开始帮助你，所以接下来你们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容易的时期。做的很少，但是做的很好，也做得很对。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实现一个心愿，它是跟轻松获利、跟心想事成有关的。比如说，你不用太费力就谈成的合作，我前面有说嘛，展现出真实的你自己，别人就被你吸引过来。不用太费力就谈成的合作，一推出就轻而易举获得成功的一个产品，或者是你只是在脑海中想了一想，有这个念头，就有人主动过来牵线，主动过来帮你。对你来说你会发现原来我的成功可以这么不费力。那在生活当中这张牌也在提醒大家其实你们可以把工作分成3类，比如说有一种工作可能很像是要推船一样，它是一个很重的，那有些工作它很像是你要守着帆船，它是一个不重不轻的工作，那有些工作它好像是看着风向，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那你们可以把一些重活外包，让自己专注在看风向，这个风向就很像是定价或者说一些策略或是一些关系的维持等等的。这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把精神专注在你喜欢而且能够发挥你最大价值的事情上。接下来呢，你们很像是迎来一个木星顺行的能量扩张、乐观，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真的是超级厉害的第三组，恭喜你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哇，这个也是一个顺风的讯息哦。你们跟对的人系上对的结，就是跟对的人连结跟结盟这是一个结绳的能量，象征着连结跟承诺。好的结可以让整个团队更加的稳固，但是如果是错的结就会彼此拖累。在关系上也是如此你们会遇见好的人，跟他打结结盟承诺在一起。那你们接下来会出现一些重要的结盟的机会，比如说这些人会帮助你打开新市场，带来新的资源。那同时这张牌也千万提醒大家，你不要因为孤单就随便和别人去打结去结盟，因为很有可能会绑错结。你们即将实现的心愿跟某一个结盟或是扩大影响力有关可能会找到适合你的伙伴。这个心愿的实现就不是你单打独斗的，而是靠一群人建立的神圣结盟而且你们的合作关系是很稳固的，因为你们是互相成就，就是共好，你好我也好，并不是说你好的时候他就会不好，这样就会有一个好像竞争的关系。你们是双赢的关系，你们是一个正向的关系，所以呢，你们即将进入到的是一个正和的游戏，双方都可以获利，而且你们会共同创造出比单独行动更巨大的成果。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线跟红线有关，就是命中注定的连结，但是你们连接到的是高频的红线。高频的红线是什么？它就是不是一个纠缠的能量，它不是一个消耗你的能量。好的红线，好的连接会让彼此更强，
坏的连结会让彼此消耗，你们要迎来的这个红线，在爱情上的红线，它也是一个好的连结，它是可以让你们两个都变得更好，都能够提升双方的频率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Seal gas， 好 becoming， 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有一种一堆海的，就是很多的玻璃啦，然后它被海浪打磨之后变成很像是塔的一个形状哦。海玻璃啊，它本来是碎片，但是被海浪长期的打磨变成这种很温润圆润的一个样子哦，然后一层一层的堆叠，很像是塔。其实这个在说什么呢？我看见这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品牌技能关系等等的正在建立，正在成型，你们会稳定的成长，你会感觉到同样的事情哦，现在做起来更顺，同样的内容啊，可能现在讲出去表达出去更顺。而且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么多年的经验的累积下，或者说你的一些观察跟觉悟下，你们有一些棱角其实被磨去了，你磨出了自己的边跟圆，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们要坐上高位，如果是很有棱有角，其实别人是很难接近你，或是有一些人会对你心怀怨恨，想要把你拉上来。但是今天呢，你们有钱有财又漂亮，然后又帅气的坐上高位，为什么可以维持呢？因为你们的一些棱角被磨平了，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时期，就是品牌的建立，或是你的专业被认可。过去你可能觉得自己的才华很像碎片一样不被看见，但是这些经历现在都在汇集成你独特的资产哦。你们即将迎来一个时刻，就是你会被更多人去认可看见，你可能会成为某个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我看见你们原本有一些所谓的缺口或是缺点，也随着时间啊，它会慢慢的被填满。不论这个填满是你的天赋，或是你的记忆，你的一些技能，你们原本不是这么美好的地方，也会变得闪闪发亮。好，看见你们越来越高端，这个高端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高端很像是别人看到你，很像突如其来的跃升，突如其来的进入，这么大好的机会，又是顺风顺水。其实我看见你们背后是曾经被日夜打磨。好，日夜打磨之后，磨去你身上的棱角，或者说看清楚这个世界，这个现实，然后你被看见了。这个在被看见之前，你其实下了很多内外在的功夫去打磨你自己，所以你们是值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哇，我们接下来是珍珠内在的一个韧性哦，你们会把一颗沙变成珍珠，养成珍珠哦。我们直接看到画面中这颗闪耀的珍珠哦。珍珠为什么会产生呢？它是来自于一粒沙，然后去刺激这个贝壳哦。所以这张牌告诉你说，所有的困难都会变成你的资产。你过去经历的那些痛苦、破碎或是打磨自己的过程，都会转化成你的智慧、你的故事跟你的专业，让你在未来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哦。我看见你们真的可以把你的伤口变成珍珠哦。这也是你们实现的心愿。这个心愿它是由伤痛、伤口开始，去转化成巨大的价值。这个心愿可能跟你个人的故事有关，例如说你过去的低潮跟挑战，可能变成你现在在帮助其他人的专业，甚至发展出一个成功的事业。你们绝对会因为你的真实跟韧性而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且这份回报绝对远超过你们的想象。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绝对不是受害者，而是你们可以把过去所受的伤，这些痛苦养成美丽的珍珠、美丽的宝石。好，
你们的伤口会长出珍珠一般的光芒。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会做自己，魅力变现，坐上王位，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跨界合作，你们会转换人生的这种主轴，然后一次性的跳跃升级，然后还有建立边界的时期，顺风顺水，一切都变得很省力，还会有人结盟，你可以去扩张你的能量，你的品牌呀，你的专业价值啊，稳稳的正在成型。最后啊，哇，你们就是一颗珍珠，你们会减少焦虑，在更加自信的状态下赚到更多而且是更轻松的钱。女生啊，记住你们就是优雅的富婆，男生记住你们就是超能力男神。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今天全部的解牌啦，超级好运的一组，恭喜你们哦！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如果你对于塔罗的知识有兴趣，或是对于吸引力法则的概念想要深入了解的话，都欢迎加入，一起学习，一起成为灵性成长道路上的好伙伴。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